沙漠玫瑰繁殖大概有4种方法，其中一种是种子繁殖。那么沙漠玫瑰的种子是从何而来的呢？怎么样才能获得沙漠玫瑰的种子呢？当然，其中一种最快捷的方法就是购买，但是购买的没有自己养成的有成就感。如果我们养护一颗沙莓能长成大肚子，能枝头开满花，甚至能结出来果实，这才是养花的一个乐趣所在，也是我们养花获得的额外的满足感。那么怎么样才能让沙漠玫瑰结种子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。花花干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，所以在平时养护中，如果遇到多肉、烂根、化水、徒长以及找不到养护方法的，还请关注我的频道，相信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。在留言区，很多花友问花花怎么获得沙漠玫瑰的种子。在花花生活的地方，可以网络上购买种子，但是有一些花友好像并不能通过网络购买，所以花花就想到要让大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获得，可以让自己的沙漠玫瑰结出种子来。这个方法虽然有点慢，但却是最值得纪念的。那么就一起来看一下怎么样让沙漠玫瑰开花结果吧。1. 想结果，植株要健壮。沙漠玫瑰性喜高温干旱、阳光充足的气候环境，喜富含钙质的、疏松透气的、排水良好的沙质土壤，不耐阴蔽、忌涝、忌农肥和生肥，畏寒冷，生长适宜的温度为25至30摄氏度。在养护过程中，为了使其根系变得更加健壮，需注意保持光照充足，因为在充足的光照作用下，它的根系才能更好地吸收养分。沙漠玫瑰的生长应避免潮湿的环境，盆土保持土壤偏干，有利于根部生长。因此最好是保持盆土处于偏干状态，千万不能有积水，否则会导致根系腐烂。一般盆土表面发干泛白，或者经擀摸一下变软后，可以补充水分。另外，根系想要粗壮有力的话，在生长期应该适当补充以氮磷钾元素为主的肥料，有肥料的帮助可以让根更结实、更粗壮。2. 想结果，植株要开花。根养得又粗又壮后，要对沙漠玫瑰进行促花。花生活在东半球、北半球，是一个4季分明、年度气温波动比较大的地方。气温一般从5月份开始变暖，然后一直持续到9月份。所以在我的城市，沙漠玫瑰开花的时间是大概从5月到9月。但无论在哪里，沙漠玫瑰想要开花，第一点必须要强光照。因为它是一种强阳性的花卉，它想要长得好、开花多的话，光照必须要充足。光照时长至少要保证3个小时或者5个小时以上。如果你把它放到光照弱的地方去，即使长出花苞来，花苞也会脱落，而且它的叶片会朝下翻卷，颜色也会变浅，严重了还会出现落叶的情况。第2点，磷钾肥料一定要充足。因为开花往往是植物消耗养分最多的一个时间段，它一直长，顶部长的同时不断的往外冒花苞，我们选择肥料一定要选对，一定要跟上。肥料尽可能选择磷元素含量高，其他元素也不缺失的复合肥。如果选了单一的肥料，可能因为元素缺失会出现黄叶、落叶、僵苗等情况。肥料使用的频率保证在1个月2到3次就可以了。肥水的话也不要直接倒在根部，沿着盆沿浇比较安全。第3点，不能缺少水分。好多人觉得它的主干非常的粗，我们不需要给它浇水太多，直接干着都不会出问题。虽然说干不至于死亡，但是会导致它长不动，即使花苞前期开几次，后期由于缺水也会导致花苞发黄脱落。满足以上3个要点后，才能保证开花以及花期长，花期长才会为后面的授粉提供充足的条件。关于怎么让沙漠玫瑰多开花、花期长，花以前做过更详细的影片，有兴趣的可以去观看一下。另外，在花期给植株喷水，不要喷洒在花苞上，以免花苞腐烂。3. 想结果，花朵要授粉。在沙漠玫瑰花期内，需要给沙漠玫瑰进行人工授粉。人工授粉的方式很简单，选择比较大的花朵，用毛笔沾花粉，在花的内部刷一刷。因为太小的花朵成功率较低，最好开花后2到3天授粉，授粉时间以早上为佳。授粉后绝对不可淋到雨水，但沙漠玫瑰授粉成功率不高，
一般成功率只有30%而已。最好辅助在室外利用昆虫授粉，双管齐下，成功率高些。大部分的单瓣品种都是可以自花授粉的，即使重瓣的品种它不能自花授粉，我们也可以通过异花授粉。授粉成功之后的沙漠玫瑰会结出绿色的种荚，接下来种荚慢慢变成棕色就是成熟了。成熟之后，整个种荚只要打开，里面的种子就会都散落出来，所以在还没取出种子之前，可以用绳子等将整个种荚绑起来，等里面的种子晒干之后，再去掉绳子，取出种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因为易散落，所以打开的时候最好找个容器在下面接着。它的种子是呈羽毛状的，有点像蒲公英种子。种荚采摘下来后，不要急着进行播种，先让它们放在避风、干燥和有适当光照的地方，让里面的种子自然干枯。等到来年春季，温度超过20度的时候，可以拿出来播种繁殖，然后再养大，再接种子，循环往复，家里就成了沙漠玫瑰的海洋了。没准还可以拿来售卖小苗，增加一份额外的收入呢。那么，怎么样才能把辛辛苦苦采摘的种子播种成一株株生机勃勃的小苗呢？播种的过程中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？下面就来介绍一下沙漠玫瑰播种繁殖的方法。播种繁殖，沙漠玫瑰播种繁殖时，要等种子完全干燥之后再开始，一般是春季或者秋季，成功率比较大。首先准备疏松排水好的塑料盆，最好是用专用的育苗盆来培育。每个容器底部都要有较多的排水孔，准备一些疏松透气和排水良好的土壤，最好是用质石，也可以用泥炭土搭配河沙或珍珠岩，比例大概是1:1。然后在土面上撒上种子，每个小容器里面摆放1-2粒种子，要撒得均匀一些，之后覆盖1层半厘米厚的土壤。不要覆盖太多的土壤，否则容易导致种子发不了芽，只要防止种子不被风吹走就可以了。之后，在播种育苗期间，都要用浸盆的方法来给它补充水分，不要在土面上浇水。可以准备一个比较大的水盆，将育苗盆摆放在水里，水位大概有2-3厘米即可。让育苗盆从容器的底部慢慢吸水，直到土壤完全湿润为止。可以定期在土面上喷雾撞水，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，一般是每3天喷洒一次，让土壤看起来湿润。在播种培育期间，温度保持在27至30度之间最好，温度不要太低，否则会影响种子发芽。一般1-2周之后就可以长出幼苗，幼苗要注意小心浇水，不能浇水太多。幼苗长出来之后就要见光，慢慢给它增加光照的时间。沙漠玫瑰是一种比较耐旱的植物，在幼苗生长期间要注意定期补充水分，土壤干透浇透，摆放在有较多光照的地方，慢慢增加光照的强度。等沙漠玫瑰的幼苗长出4片针叶之后，就可以移栽到新的花盆里。第一次移栽的花盆不能太大，花盆直径一般是在10至12厘米左右。栽培的土壤要有良好的排水性，可以在容器底部添加一些缓效型的有机颗粒肥。移植时需要注意，要将幼苗连同土壤一起取出，植入新的容器中。注意不要损伤根系，移植后要立即浇透水。刚刚移植的沙漠玫瑰需要适应新的环境，在此期间要控制好光照、温度和湿度。待植物浮盆之后，可以逐渐增加光照和水分供应。后期养护沙漠玫瑰要注意摆放在朝南的窗台或阳台上，每天给予6小时以上的直射光。如果阳光不足，就需要摆放在有充足灯光的地方，可以摆放在补光灯下20至30厘米左右的地方，每天至少要有12小时以上的灯光照射，这样也能够保持正常生长和开花。后期养护沙漠玫瑰要注意保持温暖，最低温度要保持在5度以上，避免冻伤。还要注意控制浇水，沙漠玫瑰对水分需求很少，每次浇水前都要等土壤完全干透。沙漠玫瑰养护1-2个月之后，就可以定期给它补充有机叶肥，浓度要比平常少1半。先是促进枝叶的生长，保持土壤有较多的肥力，才能够生长旺盛。养护2-3年之后，就有机会孕育花苞。播种繁殖好处多多，除了沙漠玫瑰会长出大肚子以外，播种繁殖出来的小苗的抗性以及开花性能都很显著，但播种繁殖的时间战线偏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，你想不想自己在家试一试呢？
欢迎评论区留言。喜欢沙漠玫瑰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